看到这几天美股反弹走强，居然把加密货币走势从鬼门关硬生生拉了回来，你是不是很想问，这里止跌了吗？这是底部了吗？牛市是不是又要来了？今天呢，精选了一个指标跟大家重点去分享一下，因为在过往的几次牛市转熊市的过程里面，只要你使用这个指标，都可以在相对不错的价格买进比特币，享受下一波牛市的红利。那大家记得把今天的影片看完，如果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呢，欢迎大家来订阅。我们在前2天有做过一个网格交易机器人自动化高买低卖，打造现金流。如果你观看那期影片去开设了网格，就现货网格，应该是有不错的收益。那当时我们开设的网格的话是在65000左右，那现在价格的话已经来到了68000。这是我们开设的模拟。首先要说明啊，我们在那期视频当中的话是用模拟交易，然后开设的这个现货网格单。然后这是收益的情况。我的价格区间是落在了6万到72000，我选择这个区间的范围是因为从2月份开始，也就是2月6日开始，最低点呢是在6万，然后最高点的话是在72000，就大概这个区间范围。所以你观察从这个时间段开始，然后一直到今天，它都是运行在这个区间内的。所以我的现货网格它只适合震荡行情，它不适合单边上涨或者是单边下跌的行情。我们分享这个不是让大家去参与到现货网格啊，因为其实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逼近我的上限了，并且我们等下分享的指标明确告诉我们，它这个的话很可能是假反弹，就是为了更好的下跌。如果下跌的话，就其实出现了单边的行情，那我们再去做这个现货网格的话，可能会出现亏损的情况。在分享神奇的指标之前呢，想跟大家客观的角度去评判一下链上数据的2次牛市顶部的表现。我们来看一下21年的牛市。去到6万9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当时所有链上数据分析师都告诉你，比特币价格还能继续涨上去，至今的仓位都是坚定持有的，我们不能说牛市结束。但结果呢，比特币价格一路下跌，直接崩到15000，那整一个跌了 77.02%。本轮熊市 BTC 自高点最大回撤已经接近 55%， 但与过往周期不同的是，直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类似上轮周期那种系统性风险事件的爆发，稳定币脱锚，头部机构暴雷，交易所倒闭等黑天鹅都尚未真正的出现。那这个指标是 SMA 200周简单平均移动价格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200周的时间内，比特币的平均价格是多少？200周代表了1400天，算上年份来讲的话，大概就4年的时间节点。那200周这一个平均移动价格，在过往几次牛市当中有没有被验证跌下去，然后低于这一口价格去进行抄底，就能抄到不错的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波。比特币涨至19000，随后开启下跌，直到触碰到这根 SMA 200周均线，然后开启第2波上涨的行情。接着呢是312的大暴跌啊，那我们都注意到，就2020年的312那个事件啊，就大暴跌。当时的话就是疫情的时间节点，恰好也是来到200周平均移动价格下方一点点。过了2周之后呢，价格就疯涨至64000。然后呢，第3波牛市，也就是链上数据坚定看涨的那一波牛市里面呢，开始跌下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也是触碰到 SMA 200周均线，它甚至给了你2次上车的机会啊。那在23年的3月13日，最终呢迎来了比特币的第4波大牛市，直接上涨突破至126000这个位置。如果这个指标在跌破的一瞬间你开始去买入的话，那比特币的价格可以让你得到 4.7 倍的回报。那下一个触及到 SMA 200均线的价格点会落在哪里呢？我们个人认为会落在58500左右的位置，所以我们会认为它现在的反弹就是属于技术性反弹，也就是技术性修复了，可能是为了迎接更好的下跌。当然这只是我们通过 SMA 指标得到的结论，不代表最终的市场走向。在这里和各位观众科普一下，我们之前有谈到指标是 EMA， 那今天又冒出一个 SMA。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SMA 简单均线，它是把过去200周价格平均计算，每一周权重相同，所以走势会更加平滑，反应会更慢，通常是用来判断长期趋势和牛熊分界线。EMA 的话，它是指数均线，给最近的价格更高权重，因此对行情变化反应更快，更贴近当前的价格，适合观察趋势转向和市场动能的变化。总结就是 SMA 看长期成本， EMA 看当前趋势。随后呢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当然这个现象不能作为你评判的标准啊。那我们可以观察这一根蓝色的线，蓝色的线代表 EMA 200均线，它第一次触碰到的话是在2018年的11月，然后随后开启了横盘震荡，然后以及是就下跌的行情，直到第2次触碰开启了小波的上涨，第3次触碰之后呢，就开启了一个熊市啊，直接突破至68000。
那我们再去观察一下，它直到22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，再次触碰，就跟我们之前那一段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它也是出现了横盘下跌的行情。第二次触碰呢，有小幅的上涨，直到第三次触碰开启了我们就去年的就高点126000。好，现在它又一次触碰了。作为第一阶段，那我们按照以往的惯例会怎么样呢？它是横盘震荡下跌的行情，然后随到第二次的触碰，开启短暂的小幅上涨。那第三次的话，相信行情怎么走，大家比我更加一目了然，也就是我们第5轮牛市的开启。好，我们再来简单的分析一下，就是它每次横盘震荡，就第一次触碰到嘛，横盘震荡下跌的时间段都经历了多久？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那一段，它是从10月开始，然后一直到4月份，那大概是6个月的时间。然后第二段的话是从6月份开始，然后到第2年的3月份，那也就是不，按理来说它第一次触碰就在这里了，是2月份，那也就是8个月的时间。好，它这次又触碰到了，然后横盘震荡的下跌行情会持续多久呢？我觉得可能也可能是在6到8个月就中间，那也就是今年的9月或10月正式开启第5轮牛市。那再对比一下我们阿尔法指标的距离底部的时间是183天啊，也就刚好是落在了9月份那个区间范围之内。那你现在听完还觉得是真的反弹了吗？有没有更新你的观点或者是改变你的看法？如果一旦触及到 SMA 200均线，你会作为现货的角度考量，开始分批去建仓，迎接下一波大牛市吗？那希望各位观众朋友把这个已经被市场验证3次抄底成功的指标放在你的心里，也放在你未来的抄底计划里面，能够帮助大家抓紧下一次上涨的交易机会。此外，针对微信群风控严重，我们在 QQ 开设的新的撸毛群，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加入。最近我们在努力推进社区建设，往后将和大家一起撸毛，每天准时推送最新空投项目，以及一直坚持下来的币安阿尔法 OKX Sports。今天刷什么标的，什么是最低磨损，欢迎大家的加入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s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。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